这段时光，有你出现，有你参与，就是对我最重要的意义。对了，这次的活动需要注意。哦，是学生会的事情，稍微有点急。学校是鼓励同学们参与社团活动，可这次的经费需求确实有些超标了。对了，今早刚来的通知，市教育局即将举办以区为单位、多校联合参加的比赛活动。获奖者不仅可以继续参加市级和全国大赛，为校争光，还可以获得活动经费，是不是两全其美？社团这边的工作，老师会帮你想办法。机会难得，这也是属于你自己的荣誉呀。学生会还有那么多优秀的同学，都是现成的队友人选，不如你先找人组队尝试一下。不是啊，是专门来找你。最近是有什么烦心的事情吗？还是社团的工作太忙了？在教室的时候听到你叹气了。哎，我没有想打探你心事的意思，但最近是有什么事不开心吗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和我说说好吗？真的，
只是因为社团工作？如果需要的话，可以来找我，我随时愿意帮忙。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了。还有这种一举两得的好事。我们学校很少参加这种校外竞赛，前2天收拾学生会的活动室，连可以摆放的奖杯都没有。那说明这次比赛很有含金量，如果我们赢了，不就更加难得了？和我一起参加吧，好不好？正好，体能和笔试我们各有所长，彼此取长补短，想赢也不是不可能啊。那就说好了，我负责体能训练，你负责整理题库。那预祝我们合作顺利，所向披靡。等你工作结束，我在操场等你。没什么，正好凉快凉快。刚跑了几圈，觉得有点热呢。没有，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过来，先热热身。怎么了？你的眼神怎么怪怪的？哦，抱歉抱歉，我正好在跑步，就把手机放在包里了。在学校里能出什么事吗？那稍微等我一下，我们马上开始。我现在状态正好呢。哎，我的衣服怎么？你怎么不提醒我？好了好了，我们先去热个身，做个体能测试。不要再笑我了。加油加油！还有最后100米，调整呼吸和步伐，准备冲刺。能
能坚持下来就已经很棒了。先调整一下呼吸，慢走放松一下。来，跟我一起，呼吸。别太担心，现在距离比赛还有一段时间，只要坚持训练，成绩肯定会有提升的。体能训练要讲究一个循序渐进，给身体逐步适应的时间。如果一下子练得太狠，可能会造成肌肉损伤，反倒会耽误进度。欲速则不达，这可是本教练的前车之鉴。算不算天赋不好说，不过我从小就喜欢跑跑跳跳。记得小学还被老师找过家长，说我什么，对，精力过剩。亲戚们也总说我淘气，让我文静一点。幸好我爸妈很理解我，不仅没有责备我，还很支持我去尝试各种运动。他们觉得喜欢玩闹，说明我有活力又健康，只要注意安全，别受伤就好。在普通人里算擅长，和职业水平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。更何况，把爱好当作职业也不一定是件好事。我呀，只要在想运动的时候可以自由自在地跑跑跳跳，就足够了。这也是是我们拼尽全力去守护这所校园的原因。说实话，在一切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也不敢确定事情会有怎样的结局。但在看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知道，只要我们两个一起，就一定能行。这次也是，所以别太担心，有本教练在，你的体能成绩肯定没问题。我刚刚自己封的，感觉还不错吧？鉴于你是本教练的开门弟子，就先给你特殊优待吧。好了，今天做了好几项测试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学生会那边还有些事要处理，不过放心，我不会忘记你留的笔试作业的。明天见。好厉害，能根据比赛信息整理出这么多知识点，感觉比出题者想的还全。
我怎么睡着了？为难什么？才没有。最近可能是有点忙，主要是很多事情凑到一起了，不是因为比赛的关系。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2人一起，所向披靡。你先回答我，当初答应和我组队，是不是认真的？是不是想和我一起赢得比赛？那就没问题了。只要心里的目标没有变，就足够了。过程当中没什么困难不能克服。当初学校那么大的危机，我们不也一起化解了？更何况一个小小的比赛。还是说，你是嫌弃我这个队友笨了？我会照顾好自己的，你也监督我，好吗？参加比赛是我自愿的，也是为我自己的一点私心。哦，我是说，青春嘛，总要有点需要拼尽全力才能完成的挑战才有意思。还记得我小时候看动画打游戏，每天都期待着自己也能肩负起拯救世界的使命呢。这次的比赛只能算是个小小的支线任务，根本难不倒我。和你一起，从来都没有为难。你在意我，我很开心。但作为你的队友，还有教练，我也值得你多一点点信任，好吗？就像在之前的危机中，我们虽不确定结果如何，依旧相信着彼此一般。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厉害了，难免还是会有觉得困扰的时候。不过，我有一门与自己和解的独门秘籍。要我传授你这个，可需要付额外的教练费哦。好，我招。你还记不记得我和你说过，把爱好当作职业不一定是件好事。大概是初2的时候，有段时间我非常在意自己的体育成绩，每天的训练结果都会仔细记录。可渐渐的，我却像是被那些数字困住了，认为没有进步就是自己不够努力，没有天赋。我反而开始讨厌运动，一想到要去训练就觉得抵触，连体育课也不愿意去了。后来我的体育老师找到我，问我喜欢运动的原因是什么。那时我才恍然大悟，我心中最初的喜欢，并不是为了某个功利的结果，我只是喜欢奔跑时不受任何拘束的自由的感觉，仿佛只要不停奔跑，就能去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。我想要的不是成绩，不是数字，是用我的喜欢让时间变成快乐，而不是被时间困住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养成了一个在时间中寻找平静的习惯。男子100米世界纪录是9.58秒，可这个成绩对我没有任何意义。无论10秒、20秒还是30秒，只要我想去奔跑，只要我享受其中，就已经足够了。所以每当我遇到困难，都会注视着时间的流逝，回想自己的目的究竟是什么。在我理清这一切后，
往往会发现，大多时候是我背离了最初的方向，在自寻烦恼。如此一来，便先与自己和解，烦恼也就随之消散了。对了，我昨天想到一个新的训练方法，差点忘了告诉你了。走，我们先到体育馆去。我记得之前你说过，跑步的时候每秒都很漫长，看书的时候时间却很快就过去了。而我呢，是运动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很快，背书的时候却没办法专注，很容易走神。所以，经过一番苦思冥想，我终于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就是把这两项训练结合起来。我们本来就有各自擅长的部分，把这种擅长覆盖到2个领域，不就事半功倍了？别忘了，我们有2个人呀。体能训练有一个高效的方法，急速冲刺30秒，然后慢跑30秒，如此反复。30秒，好像也是之前你计算过的笔试中一道单选题的合理作答时间吧？在你冲刺的时候，我会从题库里选出题目问你，你知道就回答，不知道我就告诉你答案。在慢跑的时候，你再把题目重复问我一遍，这样一来一回，我们就都能记住了。一次流程就和之前的体能训练一样，一共5分钟吧，时间到了我们就交换。你背题的时候专注，在跑步时转移注意力，就不会觉得时间过得那么慢了。而我呢，运动的时候精神状态会兴奋起来，就不容易走神和犯困。有没有用？一会儿我们试试就知道了。还不错吧？那现在轮到我了。最开始我只是想着怎么能让准备比赛的过程变得更有趣一点，让你别那么辛苦。我能感觉到你特别想做好这件事，但好像不知不觉间给了自己很大压力，连背题的时候眉头都是紧锁的，不自觉叹气的次数比之前更多了。我也想和你做好这件事，不止这件，还有很多件，每一件。结果固然重要，可我希望你也能享受这个过程。不然等到若干年后，我们再回想起这次比赛，首先想到的是痛苦和压力，不是得不偿失吗？过于在意成绩和排名，反倒与我们当初守护学校的初衷背道而驰了。
你笑了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老师吗？这倒是个从没想过的方向。我倒是有预想过一些又酷又富有正义感的职业，比如警察或者侦探。不过，如果我的学生都像你这样聪明可爱的话，好像当个老师也不错。哦，那个，我学生会还有点事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怎么还没睡？早些休息，休息好了状态才好。骗人！你一看就没在休息，不会还在背题吧？我掐指一算就知道。刚才路过宿舍楼的时候，见你寝室的灯还亮着。哦，没有，已经回去了。好吧，好吧，其实我也有点睡不着，就干脆去操场跑了几圈。可能好久没参加这种竞技类活动，总觉得有点紧张。不过，听见你的声音后，我觉得平静多了。怎么不说话？还是睡不着吗？既然这样，我就给你讲个睡前故事吧。就给你讲个小燕的故事吧。小燕是整个王国最勇敢无畏的少年，为了打倒恶龙救回公主，他开始了自己的冒险。哎，还没到时间呢，怎么这么早就下来？哦，没有没有，我也刚到。对了，这个给你。正好顺路给你带了早餐，看看喜不喜欢。所谓一天之计在于晨，早餐一定要吃好。好呀。这里到车站还有些距离，我载你，你好保存体力。
这点运动量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就当是晨练和热身了。哎，抱歉，没事吧？为了安全，就一直抱着我吧。哇，不愧是传说中市排名第1的重点高中，连体育馆都有好几个。我知道他，第1中学实验班的天才学霸，13岁就以第1名的成绩跳级考入高中了。毕竟晋级后可以继续参加市级赛和全国大赛，含金量应该很高吧？这么一看，我们就像是2只小菜鸟嘛。我收回刚才那句话，我不是不重视比赛的意思。那你先说，你当时只是为了赢，才答应和我组队吗？那我的答案也是如此。比起结果，我已经获得了更珍贵的东西。可能是其他学校的选手更看重笔试，相比之下就没那么擅长运动吧。倒是你，这次体测全是个人最好成绩，也太棒了吧！看来，我们还有更长的路要走呢。没想到是奖章啊！如果是奖杯就好了，就可以摆在学生会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了。那我们可要再接再厉了。那这剩下的1%，
就交给我来填补吧。怎么了？不可思议。那我要郑重声明一下，你不是在做梦，我们真的做到了。恭喜你在本次竞赛中获得第5名的优秀成绩，特授予你荣誉奖章。学校没有举办颁奖典礼，那我们就自己办一个，只有我们2个。到我了。现在，我好像更喜欢奖章了。奖杯要摆在学校的办公室里，但这枚小小的奖章，却可以属于我自己。我会永远地保存好它，只要看见，就能随时想起这段时间关于我们的回忆。我知道，但我等不及。在我眼里，这不仅仅是一个竞赛，也是一个难得而可贵的，可以在此与你并肩作战的机会。在荣誉的庇佑下，我可以无所畏惧地向你靠近。这就是我的私心。我们一直都向着同一个方向啊。不过，我只是现在说的好听，之前也有过这样的担忧。校园工作那么忙，我们的交集会不会日渐减少之类的。可当我走在校园中，看到同学们无忧无虑的欢笑，看到一切重回正常的轨迹，我发现，如今的一切，正是我们当初一起努力的结果。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，而正因有你，我也更喜欢我自己。与你一起，我似乎无所不能。只要能守护我们共同的方向，可以继续陪在你身边，就已经是我最大的满足了。对我而言，比起目的地，更值得珍视的是旅途中的经历。所有人都会走向必然的终点，但我们正因不同的旅程，才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。这段时光，有你出现，有你参与，就是对我最重要的意义。未来，我们还有很长很长的路，让我继续陪你一起，好吗？好
好了，这下真的是完美的一天啊！有人想独吞奖励，看来我们要在庆功宴上好好聊聊这件事了。就像颁奖仪式一样，只属于我们2个的时间。